远远望去，爱琴海上这片白色岛屿像是从深蓝海面拔地而起的奇迹。这里的建筑依着黑色火山断崖而建，外墙统一漆成纯白，点缀着蓝色圆顶与窗框，错落有致。白色与海天一线的湛蓝形成强烈对比，阳光下格外耀眼。这座岛屿本身就是一座休眠火山的环状山壁，脚下就是曾发生过剧烈喷发的火山口，留下这片独特地形。漫步于蜿蜒小径，随时都能见到广阔的爱琴海以及远方岛屿的剪影。伊亚位于圣托里尼岛的北端，以其全球闻名的西洋景致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旅人。漫步在白墙蓝顶的建筑之间，每一步都像走进一幅幅明信片，展现出爱琴海的独特风情。最受欢迎的取景地莫过于那几座1磅悬崖的蓝顶教堂，与湛蓝海面构成经典画面。不远处，古老的风车静静矗立，诉说着这座小镇过往的历史，也是观赏日落的绝佳地点。从费拉搭乘当地巴士，是前往伊亚最便捷的方式。班次频繁且沿途风景宜人，沿着伊亚独特的悬崖步道蜿蜒而行，可以从不同角度欣赏海天一色的壮丽，并找寻属于自己的秘密角落。建议清晨前往伊亚，避开傍晚日落时分的人潮，更能悠闲地感受小镇的宁静与纯粹。这时光线柔和，适合拍照，也能更仔细地观察白色房屋上精致的建筑细节。小镇的巷弄里散落着许多贩售纪念品与手工艺品的小店，可以挑选特色商品带回家。从蓝白配色的小饰品到当地艺术家创作的画作，都是代表圣托里尼风情的纪念。伊亚的许多建筑都是从火山岩中开凿而成，也就是俗称的洞穴屋。这是当地居民为适应环境所发展出的独特智慧。这些洞穴屋不仅冬暖夏凉，也完美融入了悬崖景观，成为伊亚的一大特色。虽然小镇面积不大，但高低起伏的阶梯与石板路不少，建议穿着舒适的平底鞋方便游览。若想拍摄最壮观的日落，记得提早卡位，或选择能远眺日落的餐厅，享受浪漫的用餐时光。贝拉，圣托里尼的首府，以其沿着火山口峭壁而建的白色房屋闻名。从高处俯瞰，爱琴海的蓝与建筑的白形成鲜明对比。城镇的巷弄蜿蜒曲折，两旁尽是精品店、咖啡馆与餐馆，引领旅人深入探索这座悬崖小镇的每一处风景。我们来到费拉缆车站，搭乘缆车是欣赏费拉悬崖景观与前往旧港最便捷的方式。缆车缓缓下降，视野中的火山口、海湾与远方岛屿逐渐开阔，这是从空中俯瞰圣托里尼独有的体验。抵达旧港，海面停泊着往来火山岛与邻近海滩的小船，这里是连结费拉与海上活动的重要枢纽。旧港也被称为吉亚洛斯港，过去是圣托里尼主要的商港，如今则以观光和邮轮旅客的接待为主。除了缆车从费拉城镇步行至旧港，还能选择驴子步道。这条历史悠久的弯曲石阶考验着旅人的体力。早年，驴子曾是岛上重要的运输工具，肩负着运送货物与旅客上下陡峭山路的重任。从旧港返回费拉城镇，除了缆车或驴子步道，亦可乘坐巴士前往岛上其他地点。班次与路线，请以现场公告为准。位于费拉市中心的史前费拉博物馆收藏着岛上发掘的珍贵文物，揭示圣托里尼古老的历史面貌。馆内展示了来自阿克罗地里考古遗址的壁画、陶器及工具，呈现史前文明的精湛工艺与日常生活。这些展品包括精美的壁画碎片和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器皿，诉说着一场改变这座岛屿命运的火山爆发。参观这座博物馆建议停留约1至2小时，可深入了解岛屿在爱琴海文明中的重要地位。在费拉的傍晚，
华灯初上，城镇从白天的明亮转变为夜晚的璀璨，营造出浪漫迷人的氛围，非常适合在悬崖边用餐。欢迎来到伊莫洛维里。这座圣托里尼岛上的阳台小镇以其居高临下的地理位置闻名。镇上的纯白建筑群沿着火山口边缘，像是凝固的瀑布般层层叠叠，面朝爱琴海的深蓝。与费拉和伊亚相比，伊莫洛维里保留着一份难得的宁静，适合喜欢慢步调的旅人。从这里望去，最显眼的莫过于斯卡洛斯岩石，它曾是重要的中世纪堡垒，如今仅剩遗迹。旅客可以沿着步道践行至斯卡洛斯岩石，从不同角度感受这座历史地标的壮阔。傍晚时分，伊莫洛维里更是欣赏日落的绝佳地点。太阳沉入海平线时，将整片天空染成橘红色。要前往伊莫洛维里，可以从费拉巴士总站搭乘往伊亚方向的市区巴士，约10分钟即可抵达。建议在清晨或傍晚抵达，避开正午圆潮，同时捕捉到小镇最柔和的光影变化。小镇内有多处可以俯瞰火山岛和卡尔德拉的观景台，适合慢慢散步，寻找最佳拍照角度。此外，一条蜿蜒的悬崖步道连接伊莫洛维里与费拉，让您能边走边享受海景风光。圣托里尼岛南端，圣字的著名的阿克罗地里考古遗址，这里被誉为米诺斯庞贝。公元前数百年的一次火山喷发，将整座古城掩埋在厚厚的火山灰下，却也奇迹似的保存了它的原貌。如今，巨大的钢铁棚顶遮盖着遗址，让我们得以在遮蔽下走访这座数千年前的古老聚落，漫步其中，可见当时多层楼的建筑结构和错综复杂的巷道，一窥米诺斯文明的城市规划。虽然珍品壁画已移至博物馆，这里展示的精美复制品仍生动描绘了古人捕鱼、采花及日常生活的场景。地面上摆放着各种完好无损的陶器，从大型储物瓮到精致的生活用品，展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。这座城市在火山爆发前似乎有预警，因此并未发现大量人体残骸，居民可能已及时撤离。要前往阿克罗地里，可从费拉镇搭乘当地巴士直达遗址入口，车程约20多分钟。建议选在清晨或上午抵达，避开正午烈日与人潮，至少预留1到2小时细细探索。离开遗址后，步行约15分钟即可抵达著名的红沙滩，那里独特的红色峭壁非常值得一看。开放时间与巴士班次，请务必参考官方网站或现场公告，以确保您的行程顺畅。圣托里尼迷人的白色房屋与蓝顶教堂，背后隐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火山历史，正是这股力量塑造了今日的岛屿。约3600年前，一次被称为米诺斯火山爆发的剧烈喷发，几乎摧毁了当时的提拉文明。可德尼这场大爆炸威力惊人，在岛屿中央形成壮观的碗状火山口，其影响甚至远播至地中海东部，引发海啸与气候变迁。位于岛屿南部的阿克罗地里遗址，曾是一座繁荣的米诺斯文明城市，被火山灰完好掩埋，保存了数千年前的生活场景。穿梭在遗址内，可见昔日多层楼房、壁画与日常用品，让我们得以一窥古文明的精湛工艺与艺术成就。有学者推测，圣托里尼的火山爆发与消失的提拉文明，或许就是柏拉图笔下亚特兰提斯传说的灵感来源。传说中，亚特兰提斯是一座拥有高度文明的岛屿城邦，因一次巨变而沉入海底。其描述与圣托里尼的现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无论是神话还是历史，圣托里尼的过去都为这座爱琴海上的珍珠增添了更多神秘色彩。游客可以在岛上的博物馆深入了解这段过去。我们从圣托里尼港口搭船出发，前往卡尔德拉中心的火山岛新卡梅尼。这座火山岛诞生于数百年前，是圣托里尼火山活动的结果，至今仍被视为活火山。
沿着规划完善的火山步道向上攀登，周围布满了火山岩和红褐色的土壤。尽管地表看起来荒凉，许多小灌木和野花仍在这里生长，展现坚韧的生命力。走到火山口边缘，能清楚看到蒸汽从地表缝隙中冒出，感受到地热的气息。站在高处环顾四周，圣托里尼的白色建筑在远方小岛上清晰可见，与深蓝海面形成强烈对比。参观火山岛通常需要搭乘观光船行程，并且建议穿着舒适的步行鞋。午间阳光强烈，携带帽子、太阳眼镜和足够的水分，在白天前往能有更好的体验。接着，我们的船会驶向帕利亚卡梅尼岛附近，探访其闻名的天然温泉海湾。这里的海水因富含硫磺和铁质而呈现独特的红褐色，有机会在温暖的水域中游泳。温泉水温通常比周围海水高出几度，是体验火山岛地热活力的另一种方式。考虑到火山岛和温泉的游览时间，建议预留一个上午或下午来完整体验这两个独特地点。圣托里尼不仅有蓝白建筑的独特景观，其富含火山矿物质的土壤更孕育出风味浓郁的在地食材。当地的小番茄因火山土而显得甜度与酸度平衡，体型虽小，却饱含鲜甜。将这些小番茄与面粉、香料混合，炸成丸子便是岛上常见的小番茄丸子，外酥内软，香气四溢。另一道不可错过的传统美食，是以当地特有的法瓦豆制成的豆泥，它并非一般豆类，而是品种独特的黄豌豆。将法瓦豆煮熟磨成绵密豆泥，淋上橄榄油，撒些洋葱丁或酸豆，口感细致温润，适合搭配面包或作为配菜享用。圣托里尼的火山土壤不只影响农作物，更赋予这里的葡萄酒独一无二的矿物风味，尤以阿希尔提可白葡萄最为知名。这种原生品种的白葡萄在强风与干燥环境下生长，酿出的酒体醇厚，酸度高，并带有柑橘与矿物质的香气。来到岛上，不妨走访酒庄，在面海的露台上品尝一杯冰镇的阿希尔提可白酒，感受那份独特的风土滋味。从街边小吃摊到高档餐厅，这些以火山食材为基础的料理随处可见，呈现出圣托里尼丰富的饮食文化。每一口都充满了火山岛屿的独特印记，让味蕾也能领略圣托里尼的迷人风采。圣托里尼的湛蓝与纯白风光独特，若要规划一趟完整体验的旅程，2天1夜是个不错的选项。建议第一天上午抵达后，可从费拉镇出发，沿着悬崖步道感受爱琴海的壮丽，途经古老教堂与白色屋舍。傍晚时分，搭乘巴士前往伊亚，在小镇高处寻找经典的蓝顶教堂，欣赏被誉为世界最美的夕阳落入海平面。第二天上午可以安排前往红沙滩，感受独特的火山地貌，或到黑沙滩享受日光浴，体验截然不同的沙滩风情。午餐后可考虑前往佩里萨海滩或佩里沃罗斯海滩，享受较为宁静的午后时光，品尝海鲜料理。岛上的交通主要仰赖巴士，串联各主要城镇与景点，建议可购买一张多日有效的交通票券，方便往返。住宿方面，若想享受热闹夜生活与便利交通，可选择费拉镇；若追求宁静浪漫，伊亚则是更好的选择。租用小型车或机车也是探索岛屿的弹性方式，但务必注意山路陡峭与路况，行车小心。这趟圣托里尼之旅为您留下美好的回忆。